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杨洋新剧官宣阵容强，搭档高颜值女主演技在线，观众直呼这组合不亏。你敢信？杨洋又要批古装了，这年头还有谁能让你连刷3遍预告？不是流量小生，也不是老戏骨，偏偏是他，杨洋。那个从军旅到仙侠再到权谋江湖都能翻身的娱乐不死鸟，可见这盘棋真没那么简单，背后哪只手在推波助澜？或者说，这次他真能靠雨霖铃杀出一条血路？先别急着高潮，咱们细扒下这剧的底色。雨霖铃，听名字就够文艺，其实骨子里是北宋版扫黑风暴。御前护卫展昭因襄阳王悬案证据被追杀，命悬一线，被霍玲珑救下，还顺手托付了血书，然后跟霍玲珑、白玉堂组团查案，一路破私盐，智取兵符图，最后在襄阳王府密室里实锤谋逆大佬。你看套路是不是熟悉？可别小瞧这3人组，一个剑法出神入化，是仁宗亲封南侠的江湖天花板，一个玲珑山庄长大的女主，不服包办婚姻离家出走，还智商情商双高，多次助攻男主反杀权贵。还有个白玉堂，江湖名号响当当，跟展昭组 CP 都不违和，这配置放现在就是网友口中的全员实力派加颜值天花板，你说不香那是骗鬼。只是这年头光有阵容行吗？早就过了只靠脸吃饭的时代了。你以为观众还会被小鲜肉加大女主的滤镜糊弄？看看豆瓣现在多难混，一部剧要是没点真本事，分分钟被骂到删号跑路。说到底，全员实力派到底实力在哪儿？网友最怕的是什么？演技尬聊，剧情注水，特效5毛，配乐土嗨。结果雨霖铃直接来了个场景水墨画级别审美，配乐据说超带感，再加上杨洋的古装造型和武打戏份，有点当年少年包青天新龙门客栈的意思。但是谁敢保证不会翻车？其实杨洋这一路也挺玄学，他刚出道那会儿被潮帅割空皮囊，说白了就是脸好看没用，后来靠几部偶像剧稳住阵脚，但一直被质疑演技天花板低。南侠展昭这种角色，说简单很简单，耍帅、飙剑法、抛台词；说难也难，打戏要利落，人物要有江湖气，又不能变成工具人。所以这次他接这个戏，是自我突破还是换赛道求保命？圈内有句话，古装毁一生。很多小生穿一次古装能火10年，但也有人直接跌进泥潭爬不出来。所以杨洋选雨霖铃，无非2种结果，要么封神，要么被骂成筛子。而张若楠呢，也是老熟人了，他演霍玲珑，从小在玲珑山庄长大，不服包办婚姻自己跑路闯荡江湖，这种人设其实很讨巧，但更容易撞衫。你想想近几年多少大女主剧扑街，不就是观众腻了吗？所以张若楠的拿出点狠东西，否则分分钟被网友拖下神坛。不过据说他这次智勇双全，多次协助展昭对抗襄阳王势力，人设立得住，那就等成片见分晓。不过说到底，雨霖铃最大卖点还是群像加悬疑加江湖权谋的组合拳。现在观众早就看腻了一言不合谈恋爱的套路，他们要的是爽感，是烧脑，是反转，是有人性黑洞和命运挣扎，而不是堆砌滤镜与糖精。所以这剧打什么牌？其实挺明白，用北宋背景做壳，把扫黑断案做肉，加点情法交锋的佐料，再让3位主演各显神通，你问我管用吗？只能说，如果节奏够快，不注水，不降智，那就真有爆款香。网上讨论也炸开锅，有人嗤之以鼻，又是古偶，看得腻歪；也有人跪舔杨洋颜值，帅到炸，我追定了。还有粉丝提前拉踩，
终于不是 AI 脸女主了。但也有冷静派吐槽，阵容强归强，可惜国产剧最怕剧情垮塌，希望不要又烂尾。这话虽损，却是真相。现在平台热度和流量都开始卷内容，一旦剧情掉链子，全网都能把你喷成表情包。所以演员再怎么努力，也架不住剪辑师手抖和编剧脑抽，这是行业规律。不信你看多少爆款剧最后口碑崩盘。其实娱乐圈最怕什么？就是滤镜碎了以后，全员变回普通人。曾经红极一时的流量小生，如今一夜之间无人问津。说到底还是市场太现实，没有绝对安全牌。就像杨洋和张若楠，此刻在聚光灯下风光无限，下一个瞬间可能就跌落神坛。所以大家才爱吃瓜，因为没有永远的人设，也没有一直的赢家，这才叫娱乐圈的宿命。综上所述，雨霖铃为播先热，有资本推波助澜，也有观众期待反转。不过谁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成为下一颗泡沫，只希望别让观众失望罢了。说白了，在这个连评论区都能掀起腥风血雨的年代，唯有作品硬核才能立于不败之地。所以期待归期待，到底好不好看，还得等正片给答案。